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最近啊，很多自媒体讲到这个粮食问题啊，胡说的不少，瞎说的太多啊，实在看不下去。那我这里呢，既不想夸大事实啊，也不想耸人听闻，只讲几个事实和我认为逻辑上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家自行判断。那好了，前面几个事实呢，我就快一点给大家过一下。很多人呢，可能已经看到相关的新闻了。那最关键的后面呢，就是袁隆平院士的一个访谈啊。袁隆平院士是水稻杂交之父啊，接受过央视面对面的一个采访的有一个片段。那这个非常关键啊，我建议大家认真看一下。那好，现在呢开始说几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呢啊，同时也是引起这次囤粮事件的一个源头啊，就是联合国确实是在3月底有这么一个警示。他说到这个，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最脆弱的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的畅通，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将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风险啊！而且说这个预计最糟糕的情况呢，可能在4月或者5月出现。那这个新闻呢，让我想到当时这个 WHO 啊，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在疫情刚刚在中国爆发的时候有一个警示。他当时说呢，主要担心医疗卫生系统比较薄弱的地区啊，可能会遭受到疫情的一个剧烈的冲击。那疫情发展到现在呢，大家也看到啊，不光是欧美发达国家感染的人数在迅速的上升，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度和这个非洲国家啊，这两个地区呢，一个是印度人口有13亿啊，非洲的总人口呢有13.8亿，那都是海量的巨量的人口的地区，而且医疗卫生条件呢又比较薄弱。那虽然现在确诊的人数呢还比较少啊，但是可能是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啊，但如果一旦爆发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好，回到这个联合国关于粮食危机的一个警示，它其实担心的呢也是供应链和这个物流运输出现问题以后，导致这个粮食储备啊比较薄弱啊，或者粮食进口依赖度比较大的地区和国家受到剧烈的这种冲击。那目前看呢，非洲啊以及中东的伊拉克啊，东亚的印尼和菲律宾啊，还有欧洲的土耳其，那可能都是这个粮食进口依赖度比较大的地区啊，也是比较脆弱的地区。那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国际上确实有一些粮食啊出口国开始禁止出口粮食了啊，或者限制出口粮食。那比如说作为世界第3大出口国的这个粮食出口国的越南，那在3月24号的时候，他宣布所有的大米禁止出口。越南呢占了世界大米15%的出口量啊，全球主要的这个还有全球主要的小麦出口国这个哈萨克斯坦啊，也决定这个禁止出口小麦、胡萝卜还有这个土豆等11种农产品的这个出口。那巴西呢、阿根廷的大豆出口呢也开始放缓，还有就是印度作为世界第3大的这个稻米出口国啊，出口停止。那总的来说呢，现在大概有12个国家都针对性的出台了这种粮食出口的这种禁止或者限制措施。那这些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禁止或者限制粮食出口啊，那粮食的进口国呢，就主要的粮食进口国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啊。媒体已经报道了，就是说像伊拉克啊，在未来几周就需要进口25万吨的大米和160万吨的小麦。那印尼和菲律宾呢，已经面临了粮荒啊，粮食储存的这个最多只能维持3个月啊。还有阿尔及利亚和这个土耳其已经开始在粮食市场上啊，这个购买小麦等进口这个粮食啊，开始抢购。那这是第二个事实。那第三个事实呢，就是各地确实啊，在中国现在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啊，去抢购了一些粮食，否则呢，官方也不会出来这个做澄清啊。这几天大家看到了啊，农业部的很多官员都出来做澄清啊。那有一些抢粮的图片，我这里就不发了，大家网上应该可以看到啊。国内呢，有些地区出现这个抢粮的现象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啊，这跟政府长期的公信力被破坏有一定关系。那老百姓确实怕了啊，比如现在这个疫情啊，国家1月份的时候，国家卫健委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啊。那李文亮呢说真话也被训诫，那所以民众呢对政府的公信力呢有一定的担心和质疑啊。每逢呢再遇到这种危机啊，或者这种一些困难啊，不管3七21，他先准备了再说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变成了这么一种心态。那好。第4个事实啊，也是让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事实啊，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袁隆平院士在19年9月啊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的一个片段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不长。说咱们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够吃了呀？没有，中国你想啊，差不多14亿人口了，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的，是吧？这个要进口一部分。我举个例子，大豆也是吃，我们中国人吃豆腐，每年
进口大豆7、8千万吨呢。您看到这个数字什么感觉？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这个是问题，是大问题，是吧？那好了，看完这个以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叫全名叫面对面袁隆平梦想不息啊，一搜就可以搜到这个采访，20多分钟啊，有兴趣可以把这个全部看一遍。那袁隆平院士呢，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呢，研究了一辈子中国人的这个粮食问题啊，一辈子的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他如果要是这么说了的话，那让人就稍微有点担心了啊。这个跟卫健委说这个疫情可防可控啊，但是钟南山呢又出来说这个人传人，这是一个道理啊，公信力是不一样的。所以看了这个以后呢，我就查了一些这个中国粮食的一些基本数据啊，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中国呢，大概是一年呢是进口1亿多吨粮食啊，它自己可以生产6亿多吨每年啊，而且这个粮食每年都是在增产。那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啊，但是进口的这个小麦啊和大米的2大主粮呢，它占到消费总量的比例不高，也就是2%左右啊，就说自给率还是挺高的，达到98%。但是大豆的进口依赖率非常非常高啊！最近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大家也看到了啊，中国这个需要这个大量的从美国或者巴西购买大豆，那大豆的进口率呢是88%啊，进口的依赖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大豆呢，大家知道，虽然它不是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啊，但是作为主要的这个粮食、主要的饲料啊，它是很多肉、蛋白这些的根本来源啊。你比如猪吃的这个猪的饲料啊，饲料里面有豆粕。然后中国呢选择这个其实做了一个战略的抉择，在粮食的这个种植面积上啊，它选择了牺牲大豆的种植面积，然后去保障这个水稻和小麦的种植面积，那就是为了把这个饭碗呢牢牢的端在自己手里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大豆把大豆如果就完全舍弃以后啊，实际上它就少了这个肉蛋奶的这些动物蛋白啊，那人们就得多吃这个小麦和水稻。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进口大豆的这个受到中断啊，或者受到一些影响的话，那大家就可能就会少吃一点这个肉、蛋、奶啊，就是这个动物蛋白呢，它可能就会摄入就会少一点。那大家知道小麦和水稻的自给率呢是可以达到98%，但是这种情况呢是在就是说你同时既吃这些肉、蛋、奶，而且又吃主粮的情况下。那如果这个肉蛋奶你吃不到以后呢，你就得多吃一些这个小麦和水稻啊，也就是要多吃这2项。那这2项的自给率呢就会降低。那总体来讲呢，我还是比较详细的这个相信这个袁隆平院士说的，就是如果完全不进口的话呢，粮食可能确实是不够吃的啊。说白了就是说，大豆进口少了，肉蛋奶就少了，那就是你少吃点肉蛋奶，那你得多吃米和面啊。如果你要是多吃这个肉蛋奶呢，你就少吃米面啊，就是它这里面其实是有个平衡的，对吧？就如果你少了哪一头都不行，你如果少了这个肉蛋奶的摄入呢，那你可能就要多吃一些米和面。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粮食的自给率呢，可能就达不到98%那么高。好，第5个呢，就是给大家再说一个事实，就是关于这个草地贪叶蛾啊，这是比较厉害的一个虫子啊，挺厉害的一种害虫。它从2016年入侵非洲以后呢，一路攻城拔寨啊，一路杀到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啊，一路从这个中东啊，从非洲到中东啊，一路杀到这个东南亚，甚至最后19年初啊，入侵了中国的云南。那几个月以后呢，就覆盖了中国18个省市地区啊。2020年呢，它这个整个把这个澳大利亚，大家可以有一个图，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在不同年份它这个入侵的不同地区。那整个到2020年以后，基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基本就都沦陷了啊。那整个根据专家的估计呢，2020年有可能给中国的玉米造成一个20%的一个减产。那好了，这是上面呢是我讲了5个事实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实呢，就是袁隆平院士的那个访谈啊，看了那个以后呢，确实让我稍微有点担忧。那最后呢，我再根据这几个事实我再逻辑给大家推演几个结论啊。首先第一个结论呢，就是这个疫情未消散之前在叠加这种经济的低迷这个人心惶惶人们陷于一种囚徒的困境，都想着怎么以防万一。所以囤粮的行为呢，可能还会有所持续不能说一定就会发生粮食危机，但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呢，我觉得是个大概率的事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最近半个多月呢，主要粮食的作物的价格呢，确实有所上涨美国的这个小麦期货半个月里上涨了15%加上
这个联合国讲的这个粮食供应链的中断和物流运输的问题呢，所以粮食价格上涨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个大概率的事件啊，也是没什么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结论。那第二个结论就是什么呢？第二个结论就是说啊，如果就算是出现粮食危机啊，其实大城市的口粮供应呢，我觉得是相对会有保证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最悲惨的，即使在最悲惨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3年的这种饥荒的这种时代啊，大城市里被饿死的人啊也比较少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行政力量的这种强制介入啊，它是大一统的这种集权模式，它会这个优先保证这个大城市的这个粮食供应啊，而在战略上呢，它呢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放弃一些老少边穷啊或者是一些农村的地区啊那些地区的饿死的人可能会比较多。那所以你现在实在要是担心呢，我觉得如果你是身在这个第4、5线城市，或者是比较偏远的运输不太便利的地区呢，那我觉得适当的多买一些粮食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3个结论呢，就是局部国家的这种粮食危机呢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粮食进口依赖度比较高的国家。那未来这些国家呢，应对疫情就不太容易，本身就不太容易再加上粮食危机，那肯定是雪上加霜引发社会动荡的这种可能性都有甚至可能最后出现难民危机中国呢，在这方面我觉得它需要做好这种边境控制的准备防止大量难民的这种涌入。那最后一点呢，也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关键还是要有钱那这个钱呢，不是指这个人民币，主要是指外汇储备，主要是说美元只要你有外汇储备呢，就不太会出太大的问题粮食我觉得应该还是无忧的。那毕竟呢，这个现代社会经过了这么几百年的发展，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还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只要你手里有美元是有这种全球通用的货币，那不过是价格高低的问题总之你还是能买到粮食就算退一万步来讲，大家想一想就算国家不进口石油不进口芯片什么都不买了，那它最核心的它总得去买这个进口粮食，对吧？好了，这就是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对这个中国粮食现状的一个分析希望大家呢听完以后有所收获兼听则明既不盲信于这个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也不要盲目的恐慌事情呢都是一步一步发展变化的要培养自己的这种客观理性的良好的判断力。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支持蒙面财经，转发订阅我的视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